但是当事人的话呢，从此被封禁了，从此被嫖娼了这个也不敢说了。你什么时候问他这个整个的过程如同被这个吓走了魂一样的这个不敢再提起来他看到了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连现在的这个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老赖这个万达的什么什么人也在其中上次直播中断，本来好几天了，我是说，哎呀，要不要接着讲下去？因为接着讲下去，一定会涉及到当事人，因为这些当事人我很熟了这个我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这说好在是呢，得到默许吧，这个可以说这个但是呢，也别说的太怎么样了详细了另外有一点呢，这2天呀，我要是不把这些话呀说完，真的是在自己的这个良心上也过不去。因为你看这个孩子呀，就在上边这块这个走不了，离不开，有这么大的冤情无处诉说但如果在这个事件当中的人，再像上一次乔任梁经历的那些，当时的人也是目睹了他们这些邪术但后来都沉默了这个我在说以前的这些人的时候，包括这个李姓的万达的儿子，包括这个什么什么赵薇什么这些人全都有份儿这是以后再说。在于朦胧最近听到的一段录音当中说到了什么丽丽这个以后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是他养的这只狗。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从他拍那部戏在15年、14年的时候拍那部戏的时候叫做什么的前生前世乱七八糟那部戏这时候呢就和这个杨姓的这个女演员呢，大家都在一起这个主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很多事儿，包括他什么时候开始养狗，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被公司很多人控制，什么时候签约的这个公司因为他本命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节，因为当年的时候呢，是因为拍戏觉得他这个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但是这个孩子呢又特别好，所以呢这家公司呢就特别想签他，实际上都是什么呢？都是杨姓演员想解救他，不是说这个想要他这个人，而是让他从他们这个公司里边解救出来。因为当年我询问了很多的细节后来在于朦胧身上都得到了证实，所以我们就确定他是在养尸养鬼。在拍这部戏整个的过程当中，杨姓是见到了穿着西藏衣服的人在这里边有去在做什么事情。在所有的这些东西里边，他们又善于，我们非常了解的，就善于用一些法术，用一些器物刚开始的时候跟你说这是催旺你的这个个人事业出名当了解了这整个过程之后这个杨说别再用这些东西，别再那什么了于朦胧说公司不许这个都是老板的安排，必须得这么做。他所有的住址住宅这个包括吃饭等等，都在被人控制着挺可惜这个杨跟这个争取了好多回最后这个争取不来。这个我看前些天还在发四哥愿你在另一个世界一切安好
在这个之前啊，为什么杨姓的这个他就是对这些东西就有所了解呢？因为在这之前的话呢，有叫黄子韬的啊，他就遇到过这样的这个想控制他的这些人啊，后来还发生了这个黄子韬在视频上边的这个痛骂啊，痛骂这些人，就说那意思，我不入你们这个局，我不陪你们这个玩，我不跟你们这个喝酒去，你们就能封杀我，你就怎么着吧啊，来吧啊，什么什么。哎，后来的话呢，后来的话就是他爸，他父亲啊，突然死亡，死的时候居然才52岁。在他们拍这个前生前世乱七八糟这部戏啊，整个的过程当中到上演后啊，确实是大火啊，收视率提高啊，于朦胧也收获了这个2000多万的这个粉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已经被人家养了啊，养了尸了啊，整个做到了这个人鬼啊合一了啊。随后啊，再告诉你们这个过程啊，这整个一切的施术的人的这个布局啊，达到效果之后，他们就开始变得变本加厉了啊。在中国很早以前啊，就有各种的这个养蛊啊、养蛊啊、养鬼啊、养鬼仔呀，到东南亚也有啊。这个直到最近十几年啊，十几年是什么呢？是这个西密那边的来的人啊，就开始大行其道了啊。20年前呀，在演艺圈里边就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些东西啊。到了10年之后呢，升级了。升级了之后呢，刚开始只是在艺人这个圈里边啊自己搞啊，然后呢公司搞，后来啊15年以前了，这都已经是啊这个10年之后就开始有资本介入了啊，整个的这个政商啊、政界呀、演艺界呀，全都三位一体了。这个呢，从于朦胧的所有的相关的人、公司啊、拍戏啊，包括什么经纪人，包括所有这些东西，全在这个圈里边。在最早的时候啊，云南、贵川啊、贵州到泰国等地啊，都有什么呢？都有这些树。但是那个时候呢，说的都是养这个小鬼啊。但直到有西密人进来了之后，这个时候呢，才开始有了厉鬼。有了这些厉鬼呢，这个养尸术呢，也就到了活人鬼尸这个程度啊，也就是过去的活人不乃伊9年养成，最终的话呢，活人也要变成尸鬼，这就是人鬼合一啊。在驱鬼役鬼本来一切都要安排好但是于朦胧他自己的灵魂不肯这个被他们收买，不肯服从于他们到现在也不肯离去所以到现在的这个他的中阴身阶段呢，就对人间发生的各种的不同的方式的呼救你就说在他们这么严密的情况下，有些视频录像照片为什么都传出来据说在某些暗网里边有更多的、更充实、更丰富的这些记录所有这些不受他们驱使的这个以求救的方式在演示着现在的活人在周围所有的人要重视这件事情整个这个过程就是10多年前我们开始看到的后来的话呢，我觉得十分的厌恶恶心这个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恶心。最后我离开了这个圈子这个人也到了国外了整个的过程说白了，说简单了，就是先让艺人养小鬼然后权势的人控制他们，他在养艺人，这就是人鬼合一。
据说啊，他们这个作用更大，效果更大了之后的话呢，就比过去的有几千年以来的中国的法术里边这个有柳灵童这露水童子还有阴菜鬼等等更厉害。而且在御史这些鬼当中的话呢，它有几种方式，有用耳报的，有用身报的，有用这个各大种方式来完成指令者给下达的这些任务最轻的程度呢，可以刺探情报军情等等这些后来就是从10年之后在各大势力集团家族相互之间探消息这个情报这个主子是怎么想的老板是怎么想的能不能对我们李家对王家对这个赵家谁是怎么样他们就开始在权贵阶层的直系亲属当中介入到这些艺人当中开始玩这些东西了。所有的这些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个之前拍戏等等胡歌谁就已经发生过包括这个很多人，只是像这个赵姓的演员的话呢，刚开始呢也只是在这个游戏当中，但是后来呢，他自己成为了资本圈，他自己自认为他是资本圈的人了后来才有了在上海在北京同时对乔任梁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与于朦胧这个极为相似，但是呢，人家那场呢办的呢这个祭祀更大规模，更多的名人。这一次的话呢，都是什么呢？都是真正的这些鬼周围的这些人办的当然了，在那次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也是知道很多年前了7、8年前了吧这个很多人，但是当事人的话呢，从此被封禁了，从此被嫖娼了这个也不敢说了。你什么时候问他这个整个的过程如同被这个吓走了魂一样的这个不敢再提起来他看到了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连现在的这个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老赖这个万达的什么人也在其中好，在刚开始的开机阶段，他们拍这部戏的开机阶段的时候，整个的过程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说从来都是用很正规的开机仪式，我们说这个择日找好的方位，找好的时间好的日科开机的这个方向对着哪儿第一个镜头什么人属什么属相的人在一起我们做的这些全都是非常正规的这个开机择吉的这些仪式。如果有拜神，有愿意剧组说我们要在这个期间拜神，那我们就拜公公等等这也是非常正法神但是鱼的公司做法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是单独的做的单独的跑另外的一个地方，不让别的人参与。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们有木炭、过火盐米水、煮灯油燃灯、净身、净物他们叫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仪式当中当然我们知道了这个我在25年前吧在这个灵隐寺山上的时候就接触过他们这个地方的施术的这些人我们也都这个探讨过你们这些术是怎么着他们这些叫调五营结界而且是专门的驱使的是火油神杨姓演员这个86年几位是他是火煞呢这个驱避这个为吉就说你可千万别参与但也被他们带到了这位当年在
北京啊，在全国都很有名的师傅的名下。在这师傅之前呀，这个还有更大的有名的啊。那个时候呢，他们这个师傅呢，有一帮啊什么人啊，这个王菲呀、赵薇呀等等啊，包括那个李武达啊，李武达也是啊，也是拜在他们的这个门下。拜在这门下干什么呀？那肯定是师傅得保着你啊，师傅得给你做点事儿啊，师傅得给你这个安排点这个好事儿啊，等等啊。然后的话呢，就开始让你拿着这个，拿着那个啊。他们说把这个东西叫法器，哎，好。我跟杨说啊，你可千万别沾他们。但是他去过了之后的话呢，说给他这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他最后没接。但是呢，该给红包啊、给钱呀、等等啊，都给了。但是于啊说非常虔诚啊。于辛丑日啊，我说这个火土煞呀，最终非常的凶恶啊。杨说他怎么能拯救他，怎么能不被人操纵啊？最后在拍这部戏啊，拍这部戏的时候是2个公司啊，这个一起啊，资本运作啊。他们天宇基本上就是出人啊，这个出钱。后来啊，这个说要拍第2部、第3部的时候，说干脆借着这个，干脆把鱼就牵过来了啊。他们公司不同意。好。在拍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是他们在啊，这个大概是说于签约是在13、14之后跟他们签约啊。签约了之后，整个就被这个势力啊，这个有一股势力在控制的啊。在于啊，又传出来说，在死前给他这个母亲发的一个微信当中说，那个可怕的老男人又出现了，等等啊。在这里边啊，都有这个身影。从开机啊到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次数很少，但是于每一次见到他都吓得浑身颤抖啊。